歡迎回來，觀眾朋友，我們繼續帶您來看的是《華爾街日報》他們最新報道了有關這個禮拜在週末前，我們看到中國大陸呢針對美國啟動了2項貿易調查，其中一項調查呢是將會針對美國限制中國大陸產品進入美國，還有呢限制對華出口先進技術產品的政策來進行調查。另外呢有一項調查呢則是針對美國對中國綠色能源產品設置的貿易壁壘。那大陸商務部宣稱這次發動的貿易調查主要是針對美方301調查的對等回應，而這2項貿易壁壘調查預計將會持續6個月，如果有必要的話，還會再延長3個月。現在眼看呢，川普和習近平2位這個中美的最高元首，那麼5月14號跟15號。目前是定這2天在北京要舉行峰會。歐亞集團中國大陸區的這個總監王丹就分析雙方現在就在這個5月要見面之前，盡可能的都在增強自己的籌碼。我们先来看最新祭出的这2項新的貿易調查，目的當然是反制但是實際上到底能夠對美國帶來多大的壓力？大使覺得？這個要看調查結果。因為你照現在的WTO 的多邊國際貿易法規你要採取法律規定的允許你的這種報復相對措施的話，那你第一步先要就進行調查。要調查報告出國，它是一個法律程序，一定要就先啟動調查。對，那如果最後調查屬實的話，那他就會祭出他的報復措施。歐洲說對所以說這同類產品進行這種徵收什麼橫平稅徵收這種或者進行這種報復性的限制。那這個基本上就是說，也可以對同類不是同類產品、跨領域的產品也同樣可以做這個法律都寫得很清楚。那所以我覺得它現在是一個準備，那要看調查結果。這種調查有時候要3個月到半年，也不是這麼快。對，那也就是中國大陸事實上是它的政策是一切作為都遵守 WTO 的這個多邊貿易法規，所以我今天要對你做經濟制裁，我也是要走這個法律程序。那當然，法律程序走完以後，調查結果是美國確實有違反 WTO 這個多邊貿易法規的這個事實的話，那中國大陸就可以進行報復，相對措施就出來了。它的嚇阻力呢？就是因為現在在川習會之前，我們剛剛講說雙方可能都在積累自己的籌碼。您覺得這個嚇阻它就要看它的量有多大了，對，它的量有多大了。那你如果說中國大陸的損失是100億的話，那美國中國大陸也要達到差不多100億的量的這個報復水準，要看他怎麼做不過這個也不是說在累積籌碼啦，我覺得這個基本上其實都是這個是必然會進行的。當你被受到不公平的貿易待遇的話，那你一定要尋求救濟、反擊，救濟跟反擊。那當然你可以就是說最高層最後來做裁決，不過在業務單位、事務單位來講的話，你就是應該要進行這樣子的工作。那也不是累積籌碼，因為真正中國大陸籌碼多得很對不對？工具多的是，工具多得很那一個稀土，川普就已經免戰牌啦。稀土是王牌對還有就是農產品的採購還有這個波音飛機的採購這些量都非常的大的，這才是手上的這些工具了。對，所以其實這些部分的話還不是大的部分，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當成是現階段所祭出的一個手段那因為剛才講說，它最多3個月，還可以再往後延最多半年，還可以再往後延3個月但最後要看這個調查結果是如何。那講到301調查，其實是川普在3月份就這個月對中國大陸所祭出的那當然呢，被認為是作為2月份大家還記得嗎？美國最高法院駁回了川普關稅這個。那時候是引用這個 IEPA 結果呢說這是違法的，所以呢它是一個補救措施。那調查的內容這次涉及了產能過剩還有強制勞動。3月26號這一天呢，大陸商務部長王文濤在喀麥隆出席這個 WTO 第14屆部長級會議期間，也跟美國的貿易代表 Grill 來見面他特別指出呢，經貿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跟推進器，而不是絆腳石和衝突點。所以結論是，中美應該要共同向前看。雙方的代表在 WTO 看起來都是相談甚歡不過私底下來講說，在台面下就頻頻的這個刀光劍影，這後面的玄機怎麼觀察？的確
美國這次動用超級301號來對那個中方進行調查，主要還是就是因為要你收你關稅嘛，然後收不成，所以他這次是希望能夠透過這個那個301的這個調查，如果成案了就確定你那個中國大陸的這個產品對美國有包含侵害制裁權啦等等這一系列這個問題那個高科技產業等等，如果都成立的話，那對於中國大陸要輸美的這些產品，還是一樣會構成這個高額關稅嘛？對，也就是說，原本我是用我用口頭的政治性的這個加稅的這個方式被那個最高法院說判違法，那這個時候我走正式的法律途徑來，也就是我用301的這個方式來調查你，然後另外當然也是透過這樣的一個調查之後，對不對？如果有這個對這個中國大陸其實可以產生一個所謂的嚇阻性效果，就是它其實可以讓供應鏈轉移，也就是說這些很多那個供應鏈就是中國大陸對美銷售這些產品的這之中，它一定也不是說所有方方面面全部是中國大陸自己做的嘛，也一定要透過各個國家或者各個的這樣供應鏈，那這時候就會嚇阻這些供應鏈要轉向，也就是說他們知道，如果我今天我這個東西賣給中國大陸，讓它做成產品，然後變成賣到美國去，我無利可圖，所以這其實某種程度來說，它這個超級301不只是包含那個對制裁權，也对於它的這個供應鏈也會造成的這樣一個提供國或者提供廠商造成一個嚇阻的效果。那另外當然你說像這個貿易這個順差也會縮減，那個因為今天中國大陸對於美來說還是享有非常高額的貿易順差，透過這個301的調查，就可以讓這些對美國的這些這個出口來說，可能一定某種程度會受到一些影響，程度不一，但是會讓美國那個中國大陸對美國的這個出口開始減少的時候，那這個時候對美國來說，它就可以借由這樣一個調查過程去降低這個順差的這樣一個持續擴大，或是甚至於持續的這樣那個持續嘛。所以那你說對於美國這個301調查來說，它基本上面向非常精準，就是對於中國大陸高科技產業還有包含智慧財產權的這個那個進行聯合的這樣的壓力，因為長期中國大陸畢竟在智慧財產權這件事情上來講，它的表現的確在這個世界的範圍之內是大家有目共睹啊，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大家心裡有數嘛。所以在這個地方一定是會形成一定程度的這樣一個壓力了。所以當然呢，對於你說整體來講，後面的那一系列這樣的挑戰，我覺得美國做這一切的這個作為，總體來說就還是要那個最大的目的是要降低中國大陸對美國的這樣的貿易順差，主要還是它的目的在這裡。然後對它的這個供應鏈以及各方面進行一個強大的壓力，逼迫中国大陸來在那個貿易談判上對美讓步。对，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真的是有的看因为刚刚大使也特別提到了，就雙方呢，其實在經貿在手上握有的經貿工具都非常的多。反正美國祭出一個工具呢，中國大陸就對等反制那當然，這個其中有一張王牌，中國大陸現在還握在手上的就是稀土因為現在不只是美國擔心被卡住稀土的這個脖子，日本也是但是呢，日本針對中方擁有這個稀土戰略優勢，現在也在想。絞盡腦汁，終於想出了一個新的戰略朝日新聞就報道說呢，日本政府正在積極布局稀土礦山的開發。那計劃呢，在2028年年底之前，對中方的依賴程度降到0，確保電動車跟電子產品生產供應鏈能夠穩定。其中呢，這個日本能源金屬礦物資源機構已經在非洲南部納米比亞展開了稀土礦產的調查。那確認包括像是熵啊、這個銻啊，還有這些高稀有的元素這些豐富的儲量是有的。另外呢，他們還派遣了船隻到南鳥島，這之前我們也討論過，就深入到深海去開採富有這個稀土的泥漿。還有呢，透過 JOGMEC 這一家公司來出資，在澳洲跟法國企業來生產稀土，希望能夠打造一個多元的供應鏈。不過，不管是從非洲、從太平洋、從澳洲多方並進我想問蔡老師的是，這個開採的量夠嗎？這個量的話，事實上，朝日新聞它是說一部分到2028年可以完全不依賴中國，是一部分，是要降到0是哪一些量是可以，不是說因為稀土有很多種，但是我們再看一下，根據日本經濟新聞的一個 data 出來，就是中國大陸輸往日本，它雖然說我要去卡你脖子，但是1月跟去年12月的話，確實是有降了大概是20幾%。那1月跟2月是沒有降，反而2月比1月多了3噸，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它所以對日本已經卡到這個程度，它沒有再持續壓下去。
他也很清楚，你有在持續下去的話，勢必日方可能會做出一些反制動作出來。所以現階段的話，沒有對日本造成一個很大的傷害。那我們又會看到朝日新聞這一個報道，它確實也是說2028年一部分可以降到。那為什麼降到呢？因為現在日本的一個貿易公司，像是雙日貿易公司的話，他們會跟澳洲、馬來西亞、非洲去共同開採，而且我們看到的南鳥島的話，可能需要一點時間，他沒有說今年馬上就有辦法去變成產業化，所以他會去找美國說我們可以去把它產業，那產業化還是要一年，但是他們抓住一個機會，他認為這是一個叫做經濟安全保障的問題，而不是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那談扯到經濟安全保障的話，過去在開採稀土最大的詬病就是污染。這是他們最大的。他講，那既然是污染的話，我們用一個比較先進的東西，反而會創造出一種機會出來。這個是他們現在看到的。這感覺好像也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對，沒辦法，因為它並不是說賺錢不賺錢，因為你跟中國買絕對是方便又便宜。不過您剛剛提到說，其實它會部分的降低對中國大陸未來稀土的依賴嘛？對，2028年一部分可以降到零。对，可是因為稀土的除了開採以外，其實提煉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對啊。所以他們的話，希望用比較乾淨的方式，而不是用過去高污染的方式，然後去創造出這個市場出来。對，實在是沒有辦法當中，只能夠先想一個辦法，就是目的達到在2028年年底之前，能夠擺脫對中方稀土的依賴。但是這個目標能不能達成，大家拭目以待。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